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和肖战官宣了。吴某事件之后，杨紫一度被牵连，近日被爆出和肖战试婚纱的照片，肖战杨紫直接站出来回应，引来10.8亿关注，370多万讨论。这次终于瞒不住了，终于要官宣了。很多网友猜测，其实一切早有预兆。某次晚会上，一起上台的肖战给杨紫提裙摆，杨紫回头感恩一笑，两人对视，网友们直呼请原地结婚。网友不管3721，已经磕了起来，感觉可以考虑发展，挺配的。以前有没有绯闻不重要，现在在一起。杨紫肖战直接站出来回应了，余生请多指教。原来是杨紫今年第一部主演的电视剧官宣定档，10.8亿的流量，她到底凭什么？杨紫近几年播出的电视剧基本都大火，且国民认可度非常高。网上有句话叫做铁打的杨紫，流水的男神。因为几乎每一位跟杨紫合作过的男明星都圈粉无数，比如李现，剧播了2个月，粉丝涨了1029万。2年后，两人客串另一部剧，曝光了婚纱照，双方粉丝喊话再次在一起。比如邓伦，因香蜜爆火一炮而红，粉丝大涨数百万，瞬间成为了大家熟知的流量小生。还有最近热转的 CP 张艺兴，数次登上热搜。两人一起录制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张艺兴主动跟杨紫打招呼，直接喊道你好，绯闻女友。杨紫不仅是2025后电视剧一姐，还是妥妥的男神收割机。还有人送外号 KPI 锦鲤，连续5年女主剧收视破1。2020年战长沙豆瓣评分第一。2021年大秧歌双台收视破1，2022年、2023年2部欢乐颂，2024年卫视年关香蜜，2025年爆款亲爱的热爱的，演技也是同龄小花里可圈可点的。她的经典高分剧《战长沙》刚播出时，不少人诟病杨紫的颜值，吐槽她不配跟霍建华搭档演夫妻。可播完之后，她却大受好评。终于撕下童星标签。杨紫饰演的胡香香，得知家人在战争中全部牺牲之后，从手足无到难以接受，再到悲痛大哭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合作《欢乐颂》时，杨紫内心是抗拒的，因为她想演曲小潇，但只剩下人设不讨喜的邱莹莹。但杨紫觉得也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，既然接了，就要演好。为了让这个角色更立体真实，他给自己设计台词和动作，揣摩角色的心理，演出了自己的风格。许愿短片里，杨紫一口气说完20分钟的台词，情绪从头到尾都精准到位，真情流露。小时候因为《还珠格格》喜欢上赵薇，开始演戏。如今杨紫成功追星，出演偶像监制的《听见她说》。还被赵薇高度评价完美，做到了一条过。成功的人从来不只靠运气，他们的成功绝不是轻易而来的，所有的本事都是千锤百炼。大学毕业后，杨紫每年都会接拍3、4部电视剧，保持对演戏的感觉。即使普遍不太看好的偶像剧、言情剧，也都尽力演好，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，也牢牢把握每一次机会。哪有什么锦鲤躺赢，都是越努力越幸运。杨紫童星出身，11岁时因为《家有儿女》走红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夏雪成了杨紫身上撕不掉的标签。拍摄《家有儿女》时，宋丹丹曾直言：“你这长相以后当不了演员，因为你不够漂亮。”我是一直在否定中成长的。我15、16岁的时候是没戏拍的，大家都认识我，我却没戏演。前段时间
那英也因为一个综艺一度闹得沸沸扬扬。节目中，傻大姐那英直接对着杨紫开骂，甚至动手。戏太多，心眼多，假单纯。杨紫，你不得好死！直接对着镜头说：“杨紫，你不得好死！”甚至还被导演嘲讽，没想到当初那么有灵气的杨紫，竟然这么丑。更过分的是，有一次进组1周后，半夜12点，导演敲门，把杨紫母女赶出片场：“你们收拾收拾回去吧，因为投资方的女儿想演这个女1号。”杨紫痛定思痛，一边减肥练体态，一边苦苦磨演技。为了锻炼哭戏，她经常给自己设定情景，对着镜子演戏。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，杨紫的外貌略显普通，但外貌从来不能决定演员的优劣。金靖单眼皮、小眼睛，不算高的鼻梁，饱满的苹果肌，还有几颗明显的痣，曾被网友毫不留情地骂丑。按当下流行的审美来说，金靖谈不上好看，但丝毫不影响她的表演。最近热播的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，金靖在其中饰演了北漂的小人物胡晶晶，一个非科班的喜剧演员，把一个悲剧人物演得入木三分。虽然只有短短的1集戏份，但足以惊艳所有观众。原来金靖演技这么好。在此之前，金靖的演技也得到了网友的认可。在一档表演综艺中，她饰演一位丢了孩子的母亲，一边捶丈夫出气，一边崩溃痛哭，观众无不动容。一人分饰2角，演起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毫无违和感。就连收视女王赵丽颖也曾因为圆脸被认为与女主无缘，导演甚至劝她整容。她不明白一个演员的价值为什么要因为脸型被定义。她坚定地告诉所有人，所以我只能默默地在角色上下功夫，等待机会出现。百亿影帝黄渤也曾被外貌羞辱。试镜《爱情滋味》时，副导演看了他一眼，直言：“这找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”饰演劫匪时，被导演当众嘲讽长相不配当演员。娱乐圈看脸吃饭的不在少数，但空有一副好看皮囊，演技饱受诟病的也大有人在。2025年，杨颖在电影《建党伟业》跟刘德华演离别戏，无论如何都哭不出来。剧组无奈之下，掏出眼药水滴在了他的眼里，旁边的老戏骨刘德华直接看呆了。前段时间，郑爽试图挣扎复出，说要用更好的作品回馈大家，但他的演技实在不忍直视。他曾在谍战戏《绝密者》中饰演特派员，跟敌人对峙时就像是小孩子躲猫猫一样。中枪之后倒地，先是靠墙，然后双腿弯曲，支撑着身体缓缓倒下，看着让人尴尬的脚趾抠的。孟子义演饰演小偷时，擅自改装，皮肤光洁无瑕，妆容精致，他还理直气壮：“我又不是乞丐，不需要那么黑。”导师当场被气到发火：“那你是谁？是导演还是演员？”鞠婧祎饰演被绑架的场景时，眼神丝毫没有恐惧，嘴里塞不像是在咬化妆棉，美则美矣，却毫无灵魂，简直侮辱观众智商。在流量为王的娱乐圈，演员的门槛似乎越来越低，凭颜值就能出道。然而，一个好演员最重要并非脸蛋，而是对演戏的热爱。泛泛而言，不如多加沉淀。戏里戏外，演员也好，普通人也罢，虚有其表。真的想问一句，到底有多不要脸？外形不会限制一个人的能力，但你的态度会。无论任何职业，敬业都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。3. 上个月，吴某事件让娱乐圈沸腾，即将播出的电视剧《青簪行》也被连累，播出时间遥遥无期，直接波及该剧女主角杨紫。在这部电视剧拍摄之前，杨紫曾说，自己以前选戏的标准是看班底，现在还要看对手戏的演员。如果对手戏演员不是很好，
或者因为一些情况没办法播出，所以自己必须要考虑这些情况，否则3个月拍一部戏，几年戏都播不了。流量明星为何容易翻车？说到底，没有稳扎稳打的实力，也没有对自己职业的敬畏心。杨紫为什么能红？用她的话说就是保持自己的专业度，就是我想演好，我敬爱演戏，敬畏感。前段时间，00后演技派张子枫客串出演的《中国医生》引发一阵热议。她饰演因为疫情失去双亲的女孩，接下父母遗物那一刻隐忍的心痛。一个人没有爸爸妈妈的话，该怎么办？一个眼神，左眼哀伤，右眼绝望，却感动了全网。对于张子枫而言，演戏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，一定要认真对待。在这个行业里，敬业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最高标准，但其实敬业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事情。老戏骨王劲松曾公开吐槽说：“我真的很遗憾，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职业成了一个背台词都要被表扬的职业了？”近年来，演艺圈某些流量明星对演戏有多糊弄，可见一斑。更令人深恶痛绝的是，不专业不敬业，依然赚得盆满钵满。除了演技差，还有抠图、替身、台词功底不行。金星曾在节目中痛批某当红女演员是数字小姐，演戏从不背台词，只念数字，如此风气，何其可悲！做人要对职业有敬畏之心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演员也是一个职业，本职工作就是演戏，演技可能会有高低，但敬业是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有态度。正如杨紫所言，我们想红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演更好的作品，来证明我们是演员。端着演员的饭碗，日薪100万，收割了流量和资本，就该对得起观众。